家裡人都很喜歡喝酸奶。自從有了這個酸奶機以後，我們很少在外面買，自己在家做，很簡單就可以搞定。先用開水將酸奶機的不鏽鋼盆燙一下，再倒入500毫升純牛奶，再加入1包乳酸菌粉，然後攪拌均匀，蓋上蓋子，用買菌粉时贈送的酸奶机發酵6個小時。我一般都是睡覺前準備好，第二天早上一盆香濃順滑的酸奶就做好了。自己做的酸奶不放其他的添加劑，吃起來更加放心，還可以搭配上自己喜歡吃的各種水果。喜歡口感甜一點的，可以再增加一些蜂蜜。酸奶攪拌一下會變得更加順滑，再搭配上堅果麥片，我相信應該沒有人不喜歡吧。秋天到了，空氣特別乾燥，每年秋天家裡都會經常熬這個小吊梨湯，尤其家裡的孩子特別喜歡喝。準備3個雪梨，不用去皮，直接切成塊。砂鍋中倒入8分滿的清水，再放入大棗、銀耳、百合、桂圓、蘆根、話梅，這些不用自己配，這一包裡全都給我們配好了。所有的食材浸泡半個小時，然後放入雪梨塊。想要口感好一點，少加一點鹽是關鍵。大火燒開後轉小火慢煮1個小時，這樣可以很好的讓銀耳出膠。關火前加入冰糖和枸杞，秋天來上這麼一碗小吊梨湯，那叫一個舒服。如果你喜歡，也給家人常熬這個小吊梨湯喝吧。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款五白湯的做法，堪稱女人寶。聽說也是民國大美女宋美齡的保養秘訣。平時愛美注重皮膚保養的朋友，看完記得收藏起來啊。首先準備1朵銀耳放入大碗中，加1勺白醋，白醋可以讓银耳快速的泡發。再倒入適量的溫水，用溫水泡出來的银耳口感更好，煮出來的湯也更加的粘稠，它的營養成分也不會流失。先放一旁浸泡5分鐘，準備40克花生米，再倒入100度的開水，把花生米浸泡一下，再用筷子攪拌一下，使它受熱均匀。接下來準備30克糯米，倒入清水，把糯米清洗一下。如果家裡沒有糯米，也可以用普通大米代替。洗淨之後控乾水分，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30克蓮子，倒入清水，把蓮子清洗一下。蓮子不需要泡發，泡發的蓮子反而不容易煮爛。5分鐘後，我們的銀耳已經泡發好了，變得白白胖胖的。然後控乾水分，加入1勺面粉，倒入清水，把它清洗一下。银耳的營養非常的豐富，秋天乾燥的季節，多吃些銀耳，好處非常多。用面粉清洗一下，能夠很好的去除银耳裡面的雜質和灰塵。抓洗之後，再用流動的清水多洗幾遍。清洗乾淨之後，控乾水分，然後撕成小朵，再用剪刀把根部剪去不要，然后把它撕得小一點。處理好之後，我們先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雪梨，先用清水把梨打濕，再加點食鹽把梨搓洗一下。搓洗乾淨之後，再倒入清水，把梨清洗乾淨。洗淨之後，再用削皮器把它削去皮。雪梨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。然後對半切開，再切成4瓣，把梨核去掉不要。
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儿。切好之後和银耳放一起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花生米已經泡好了，開水燙過之後，用手輕輕一搓，就能很輕鬆地去除外皮。花生皮有苦澀味，所以最好去掉不要。全部處理好，和雪梨、银耳放一起，再把所有食材倒入料理机中。根据個人的口味加入適量的冰糖，最後加1500毫升清水。這些食材是4個人的量。如果喜歡喝濃稠一點的，可以少加一點清水，然後打開豆漿鍵，把它打成米糊。時間大概需要30分鐘左右。這個時候可以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時間到了我們再把它取出來，直接把它倒入碗中。哇，好香啊！濃濃的銀耳蓮子清香撲鼻而來，打出來像牛奶一樣白，白白嫩嫩的，看起來就非常的想喝一口。這樣做出來的五白湯特別的細膩絲滑，特別適合秋天來飲用。口感軟糯，而且營養一點也不輸給燕窩。做法也是非常簡單，一家老小都非常適合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款五白湯的做法，堪稱女人寶。聽說也是民國大美女宋美齡的保養秘訣。平時愛美注重皮膚保養的朋友，看完記得收藏起來呀。首先準備一朵銀耳放入大碗中，加1勺白醋，白醋可以讓銀耳快速的泡發。再倒入適量的溫水，用溫水泡出來的銀耳口感更好，煮出來的湯也更加的粘稠，它的營養成分也不會流失。先放一旁浸泡5分鐘。準備40克花生米，再倒入100度的開水，把花生米浸泡一下，再用筷子攪拌一下，使它受熱均勻。接下來準備30克糯米，倒入清水，把糯米清洗一下。如果家裡沒有糯米，也可以用普通大米代替。洗淨之後控乾水分，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30克蓮子，倒入清水，把蓮子清洗一下。蓮子不需要泡發，泡發的蓮子反而不容易煮爛。5分鐘後，我們的銀耳已經泡發好了，變得白白胖胖的。然後控乾水分，加入1勺麵粉，倒入清水，把它清洗一下。銀耳的營養非常的豐富。秋天乾燥的季節，多吃些銀耳，好處非常多。用麵粉清洗一下，能夠很好的去除銀耳裡面的雜質和灰塵。抓洗之後，再用流動的清水多洗幾遍。清洗乾淨之後，控乾水分，然後撕成小朵。再用剪刀把根部剪去不要，然後把它撕得小一點。處理好之後，我們先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雪梨，先用清水把梨打濕，再加點食鹽，把梨搓洗一下。搓洗乾淨之後，再倒入清水。把梨清洗乾淨，洗淨之後，再用削皮器把它削去皮。雪梨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。然後對半切開，再切成4瓣，把梨核去掉不要。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
切好之後和銀耳放一起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花生米已經泡好了，開水燙過之後，用手輕輕一搓，就能很輕鬆地去除外皮。花生皮有苦澀味，所以最好去掉不要。全部處理好，和雪梨、银耳放一起，再把所有食材倒入料理機中。根據個人的口味加入適量的冰糖，最後加1500毫升清水。這些食材是4個人的量。如果喜歡喝濃稠一點的，可以少加一點清水，然後打開豆漿鍵，把它打成米糊。時間大概需要30分鐘左右。這個時候可以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時間到了，我們再把它取出來，直接把它倒入碗中。哇，好香啊！濃濃的銀耳蓮子清香撲鼻而來，打出來像牛奶一樣白，白白嫩嫩的，看起來就非常的想喝一口。這樣做出來的五白湯特別的細膩絲滑，特別適合秋天來飲用。口感軟糯，而且營養一點也不輸給燕窩。做法也是非常簡單，一家老小都非常適合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炸醬的做法。這樣做出來的炸醬，不管是拌麵條還是夾饅頭吃，都特別的好吃。吃起來特別的入味兒，關鍵是做法還特別的簡單。首先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碗，多加入一點乾香菇，然後加入70度左右的溫水，再用手拌一下，讓香菇全都泡到溫水中。把香菇泡發好，大概要2個小時左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點配菜。準備一塊去皮的生薑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然後再改刀切成細絲，最後再改刀切成薑末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準備一塊大蔥，先對半切開，再把它切成4瓣，最後改刀切成蔥花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準備3粒大蒜，先對半切開，然後改刀切成小粒兒。切好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5塊錢的豬肉，豬肉最好選這種有肥有瘦的。再把肉皮去掉不要，因為肉皮的組織比較硬，做炸醬的口感不好，可以留着炒菜吃，也可以做豬皮凍。然後把豬肉切成小塊，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全部切好之後，把它剁成肉末。肉末盡量剁得碎一點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這個時候我們的香菇已經泡好了，一個個變得胖乎乎的就可以了。然後把它控乾水分撈出來。把香菇裡面的水擠乾淨，最好擠得乾一點。這個水不要倒掉，放一旁留着備用。再把取出來的香菇先切成長條，香菇切條以後再改刀剁得碎一點，把它剁成香菇末，但是也不要剁得太碎，稍微大一點，吃起來口感更好。剁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加入3勺黃豆醬。做炸醬一定用黃豆醬，黄豆醬比较香，然後再開大火把鍋燒熱。鍋燒熱之後加入適量的油，油熱之後下入切好的肉末，然後開中火翻炒，炒出香味，把肉末的水分炒乾，並把肉末中的油脂炒出來，
炒出一些豬油，這樣做出來的醬會更香。炒至肉末表面有點微微發黃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再把切好的香菇丁加進來翻炒，把香菇丁的水分炒出来，並且把香菇炒干，炒出香味兒。當我們聽到鍋中有噼里啪啦的響聲，並且香菇往外崩的時候，說明香菇已經炒好了。這個時候香菇特別的香。然後再把我們切好的蔥薑蒜末全部加進來，再繼續翻炒均勻，把蔥薑蒜的香味炒出來。炒香之後再加入一勺料酒，加料酒主要是為了去腥增香。翻炒均勻之後再加入一勺生抽，繼續翻炒均勻，開大火翻炒出醬香味兒。然後再把我們準備好的黃豆醬加進來，再繼續翻炒均勻，開大火翻炒，把黃豆醬中的醬香味炒出來，這樣炒出來的醬香味非常的濃郁。然後再把我們泡香菇的水加進來，泡香菇的水加進來之後慢慢燒開，我們再來調味，加入一勺鹽，3勺雞精，2勺味精，再加2勺白糖，1小勺老抽上色，最後加一點蚝油，然後用铲子給它推動均勻。推動均勻之後，開大火把鍋中的水燒開，水開後再轉中火慢慢燉，燉20分鐘左右。中途我們要用勺子翻動幾下，防止糊鍋底，然後繼續慢慢燉，燉至鍋中的湯汁收得差不多了。這個時候我們的黃豆醬就已經非常的濃郁了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把它裝到大碗中，美味繼承。一個非常好吃的炸醬就做好了。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，而且我們這樣做出來的炸醬顏色也非常的漂亮，一看就非常的有食慾。它的吃法有多種多樣，我們可以拌麵條吃，也可以拌着米飯吃，炒菜的時候放上一勺也非常的香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炸醬的做法。這樣做出來的炸醬，不管是拌麵條還是夾饅頭吃，都特別的好吃，吃起來特別的入味兒，關鍵是做法還特別的簡單。首先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碗，多加入一點乾香菇，然後加入70度左右的溫水，再用手拌一下，讓香菇全都泡到溫水中，把香菇泡發好，大概要2個小時左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點配菜，準備一塊去皮的生薑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然後再改刀切成細絲，最後再改刀切成姜末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準備一塊大蔥，先對半切開，再把它切成4瓣，最後改刀切成蔥花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準備3粒大蒜，先對半切開，然後改刀切成小粒兒。切好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5塊錢的豬肉，豬肉最好選這種有肥有瘦的，再把肉皮去掉不要，因為肉皮的組織比較硬，做炸醬的口感不好，可以留着炒菜吃，也可以做豬皮凍。然後把豬肉切成小塊，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
全部切好之後，把它剁成肉末。肉末盡量剁得碎一點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這個時候我們的香菇已經泡好了，一個個變得胖乎乎的就可以了。然後把它控乾水分撈出來，把香菇裡面的水擠乾淨，最好擠得乾一點。這個水不要倒掉，放一旁留着備用。再把取出來的香菇先切成長條，香菇切條以後再改刀剁得碎一點，把它剁成香菇末，但是也不要剁得太碎，稍微大一點，吃起來口感更好。剁好之後装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加入3勺黃豆醬。做炸醬一定用黄豆醬，黄豆醬比較香，然後再開大火把鍋燒熱。鍋燒熱之後加入適量的油，油熱之後下入切好的肉末，然後開中火翻炒，炒出香味，把肉末的水分炒乾，並把肉末中的油脂炒出来，炒出一些豬油，這樣做出來的醬會更香。炒至肉末表面有點微微發黃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再把切好的香菇丁加進來翻炒，把香菇丁的水分炒出來，並且把香菇炒乾，炒出香味。當我們聽到鍋中有噼里啪啦的響聲，並且香菇往外崩的時候，說明香菇已經炒好了。這個時候香菇特別的香，然後再把我們切好的蔥薑蒜末全部加進來，再繼續翻炒均勻，把蔥薑蒜的香味炒出來。炒香之後再加入1勺料酒，加料酒主要是為了去腥增香。翻炒均勻之後再加入1勺生抽，繼續翻炒均勻，開大火翻炒出醬香味兒，然後再把我們準備好的黃豆醬加進來，再繼續翻炒均勻，開大火翻炒，把黃豆醬中的醬香味兒炒出來，這樣炒出來的醬香味兒非常的濃郁。然後再把我們泡香菇的水加進來，泡香菇的水加進來之後慢慢燒開，我們再來調味，加入1勺鹽，3勺雞精，2勺味精，再加2勺白糖，1小勺老抽上色，最後加一點蠔油，然後用鏟子給它推動均勻。推動均勻之後，開大火把鍋中的水燒開。水開後再轉中火慢慢燉，燉20分鐘左右。中途我們要用勺子翻動幾下，防止糊鍋底。然後繼續慢慢燉，燉至鍋中的湯汁收得差不多了。這個時候我們的黃豆醬就已經非常的濃郁了。像這樣就可以了，然後把它裝到大碗中，美味繼承。一個非常好吃的炸醬就做好了。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，而且我們這樣做出來的炸醬顏色也非常的漂亮，一看就非常的有食慾。它的吃法有多種多樣，我們可以拌麵條吃，也可以拌着米飯吃。炒菜的時候放上1勺，也非常的香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謝謝您的支持。這款摩飛真空封口機真的是太實用了，家裡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或者雞鴨魚肉，放到袋子裡，用真空機封一下口，既可以保鮮鎖住水分，又可以延長食材的保存時間。
吃不完的零食以及怕受潮的干果，用它抽真空后再封一下口，下次再吃的时候和刚買来的口感是一样的。这款机器既可以湿抽，也可以干抽，还可以不抽真空直接封口，并且还有点抽功能，4大模式非常方便。食材的新鮮度直接会影響我們的飲食品質。這款摩飛真空封口機完全可以滿足我們平時的需要，喜歡的朋友也來試試吧。大家好，秋天到了，要多吃洋蔥。今天就用這2個洋蔥給大家分享一個洋蔥的新吃法。首先我們準備2個大一點的洋蔥，然後像這樣轉圈，給它切成小份兒。這裡要注意底部不要切斷。最後切成這樣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後裝入一個大一點的碗中，然後倒入清水没過洋蔥，先放一旁泡着備用。再準備幾朵香菇放入大碗中，倒入少許清水把香菇打濕，再撒上少許食鹽，再撒上少許小蘇打。用鹽和小蘇打來清洗香菇，可以很好的把香菇上的髒東西清洗乾淨。像這樣用手輕輕搓洗，這樣能夠把縫隙裡面的髒東西都清洗出來。全部清洗一遍之後，再用流動的清水把它們一個一個的清洗乾淨，裝入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把泡好的洋蔥取出來，像這樣給它切成小碎丁。用這個方法來切洋蔥非常的簡單又快速，而且洋蔥浸過水的浸泡切的時候也不會辣眼睛。全部切好之後裝入大一點的碗中，然後再加入適量的食鹽，用筷子攪拌均勻。攪勻之後放一旁醃製5分鐘，醃出水分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去皮的胡蘿蔔，先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細絲，最後切成小碎丁。切好後裝入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5塊錢的五花肉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把它剁成肉末。剁好之後和胡蘿蔔放一起備用。然後起鍋倒入多一點的清水，蓋上蓋子，開大火。水開之後把清洗乾淨的香菇加進來，焯水2分鐘左右，去一下草酸。2分鐘之後把它控水撈出來，再放到菜板上，先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後改刀切成香菇丁。切好之後和肉末放一起，再準備一塊去皮的生薑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準備幾瓣大蒜切成薄片，然後把它們放一起切成薑蒜末。切好之後放入一半在配菜中，然後把醃好的洋蔥倒入紗布裡，把它包起來，用力擠乾淨裡面的水分，盡量擠得乾一點。擠好之後倒入大碗中，然後加入1勺生抽，適量的胡椒粉，1小勺鹽，1勺香油，最後打入1個雞蛋，然後用筷子把它們充分攪拌均勻。攪拌均勻之後再加入2勺澱粉，然後繼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把它攪拌成這種粘稠的狀態，可以團成團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備用。再來準備1根洗淨的山藥去皮，
去皮之後再把它清洗乾淨，然後切成薄薄的厚片。切好之後装入大一点的盘中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，平鋪在盤底，然後再把我們做好的餡料團成小圓球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做好之後一個一個擺在山藥上面，全部做好之後放到蒸鍋裡面，蓋上蓋子，水開之後蒸15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半個青椒，先切成長條，再改刀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後裝入另一半姜蒜末的碗中，再來準備半個紅椒，先切成長條，再改刀切成紅椒丁。切好之後和青椒放一起備用。再準備一把小蔥，切成蔥花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加入1勺澱粉，倒入200毫升清水，然後攪拌均勻，調成澱粉水，先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把鍋燒熱，加少許食用油，油熱之後把切好的青紅椒、姜蒜末倒進來，轉小火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後把水澱粉加進來，再加入1勺生抽、1勺蠔油，最後把蔥花加進來，然後開大火煮至湯汁變粘稠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關火，先放一旁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丸子已經蒸熟了，哇，好香啊，顏色也很漂亮。然後把它洗出來，再把做好的芡汁淋在丸子上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一道非常美味的洋蔥蔬菜丸子就做好了，做法非常的簡單，美味又營養。家裡如果有不喜歡吃洋蔥的寶寶，可以試試這個做法。各種蔬菜搭配，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